多肉叶插是最简单有效的繁殖多肉植物的方法，很多肉友养的时间久了，也都会去尝试。不但可以享受一片叶子变成整片森林的过程，还能收获多一盆的多肉。但是多肉叶插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比如经常会遇到叶片化水、不长根以及不出芽等问题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，所以在平时养护中，如果遇到多肉烂根、化水、徒长以及找不到养护方法的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相信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今天花花费了一番力气，把多肉叶插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都整理了出来。无论你是不是叶插的高手，相信看过之后你都会有所收获。花花总结的问题大概有14种，考虑到肉友们的观感，决定分2期影片呈现。本期主要讲多肉叶插的浇水、出根等问题，下一期主要讲多肉叶插的化水和徒长等问题。接下来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1. 叶片如何放置？要埋土吗？首先，叶插时要水平放置，叶片正面朝上，也就是叶片生长在肉身上时朝上的一面。而且生长点的位置一定不要埋在土里，不然会加大只出根不出芽的概率。此外，在叶片出根以前，土壤的唯一作用就是蒸发水分出来，让叶子周围的空气保持潮湿。那么，肉的叶片是如何感觉到潮湿的呢？答案是靠气孔。虽然肉的叶片为了保护水分散失，已经处于休眠状态，生命活动已经降到最低，但还是需要呼吸的。如果叶片呼吸时总是嗅到潮湿的空气，就有可能被唤醒。所以这就是建议叶插时叶子正面朝上放置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正面向下、不爱生根之类的无厘头的原因，而是因为叶子背面有较多较活跃的气孔，只有这些气孔嗅到了水分，才会从休眠中醒来，然后再生根发芽。所以如果环境湿度合适，任何姿态放置的叶片都能发芽。2. 叶插用浇水吗？用不用喷水？叶片在出苗出根以前，不要给叶片浇水。原因很简单，叶片没有根，即使你浇了水，叶片也是喝不到的，而且湿度太大，还容易滋生真菌，导致黑腐。在这个阶段，育苗土的作用只有一条，就是为土表的空气提供一些湿度，帮助叶片发芽。大部分的肉品种，叶片在 20% 至 80% 的湿度区间内都能顺利出芽。而提高空气湿度只能有助于加快叶片出芽，却不怎么影响出芽率。所以比较潮湿的地区和季节，在叶片出芽之前，是连土壤都不需要用的，随便放在一个散射光充足的地方就行了。只有北方的一些特别干燥的地区，才需要通过给叶插土喷水的方法，帮助叶片出芽。我们在喷水的时候，只要把表土喷湿就行了，等表土干了再喷，不要把土壤浇得很湿，这样会导致霉菌滋生、叶片化水的情况发生。3. 叶插要晒太阳吗？为了减慢母叶的消耗速度，最好不要暴晒叶片。但充足的光线肯定是需要的，因为叶片也是要通过光合作用才能孕育小芽的。所以，越是薄叶子的品种，比如晚霞之舞，就越需要避免强光照射。越是厚叶子的品种，比如桃美人，对光照强度的要求就越低。同样原理，发芽时间越久的品种，就越要避免暴晒，比如白牡丹，叶片10天左右就能出芽，稍微多晒点也无所谓。但是像桃之卵这样发芽慢的品种，最好就不要暴晒，否则即使是圆滚滚的叶片，也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。4. 叶片只出苗不出根怎么办？至于出苗不出根的叶插苗，其实完全不需要担心的。它们不出根完全是因为空气干燥加上依赖母叶的养分。我们可以在小苗长到足够大时，将小苗从母叶上掰下来，然后扦插到潮湿的土壤里。这样做的时候，小苗一般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能快速生根了。而掰掉小苗的母叶，如果还没有彻底干瘪，还会再次出苗的。有些叶片可以连续出苗3至4次呢。5. 叶片只出根不出苗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比只出苗不出根的情况要棘手一些。出根的必要条件是湿度。前面说过，叶片出苗的湿度条件是 20% 至 80%， 而出根的湿度条件要高很多，大约要 50% 至 100%。
如果空气湿度过大，或者在叶插盘里浇了太多的水，就会导致叶片先出根。如果根系过于发达，以至于挤占了生长点的大部分位置，叶片就很难出苗了。所以叶插的正确顺序是先出苗再出根。如果小苗挤占了整个生长点，我们还是可以掰下小苗，让小苗自己发根的。但如果只出根，没有了小苗的生长空间，那就难办了。那么如何对付只出根不出苗的叶片呢？第一个办法是直接把根掰掉，然后放在湿度低一些的地方，重新等叶片发芽。第二个办法就是把生根的叶片干脆埋土种植起来，这样叶片就会存活下来，变成一颗只有一片叶子的多肉。等到这片叶子功能逐渐老化的时候，肉就会憋出一颗新芽来替代这片叶子了。第二个办法相当耗费时间，需要点耐心，我就曾经见过一片叶子自己活了2年才出芽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就是叶片的生长点位置会长出一个大疙瘩，疙瘩的表皮有木质化的现象。这种情况在大片的叶子，特别是后叶草属的大片叶子上出现的多一些。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可以用锋利的刀子把木质化的位置挑破几个伤口，等受伤组织愈合后，就能够分化出小芽和根的组织，这样就有机会重新出芽出根。6. 哪些品种可以叶插，哪些不能？理论上来说，绝大部分的景天科、百合科的肉都能叶插，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。很多肉叶插的成活率非常低，几乎接近于不能叶插。比如仙女杯属的肉就是这样，青索龙属的多肉和银波锦属的多肉也几乎不能叶插。但是也有少数品种很容易叶插，比如玉树大家族就属于青索龙属，叶插就很简单。有人说普货叶插比较容易，其实我认为这是把因果关系给搞反了。分明是那些叶插极易成活的品种，由于容易繁殖而把自己给弄成了普货嘛。不过不管怎么理解，这也算是找到了出苗快、易成活的叶插肉的好办法了。如果一株肉的成株价格不贵，那么肯定是叶插成功率很高的品种。反过来，一些贵货大家条件不够好的情况下，像阳光温湿度不够，那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叶插。比如基莲、小红衣以及各种基莲杂交，还有东云系的多肉们，不是叶插成活率极低，就是叶片难以完整的掰下来。很多贵货之所以价格居高不下，原因就是它们太难叶插了。能否叶插并没有普遍规律，如果愿意尝试，任何品种都可以尝试一下叶插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我们继续分享多肉叶插的配土、化水、土长等问题。有此困扰的肉友，还请继续观看下一期影片。如有不足和纰漏，还请指摘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花花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喜欢的话请点赞，并多多帮花花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